你写作文的时候，你老师不会讲你咩？不会这样。不只是我的老师讲，我的同学讲，有时候家长都讲。觉得这个梦想很独特，是不是？觉得很坚定。Hello，欢迎回到 Kaki Chat，我是蝶慈，我是依琳。 Hello，我是 Eden。我是 Shaw。我是 Nicky。OK， 所以全新的一年，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要怎么追逐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所以先来问一下你们自己的梦想都是什么？现在我就是做一个复古服装店，还有一个升级改造的品牌。8年前我们是在欧洲在背包旅行的时候因为依琳很喜欢去这些复古店买，所以我就 come up with 这个 idea。你这样喜欢买这些复古衣服的话，我给依琳1000块，看我们可不可以卖这些买下来的衣服。可是依琳也是一个很独立的女生，所以她自己也是有出她的1000块，所以我们是2000块算的。我也是跟他一样嘞，一直以来很多想法，想要做什么，来长大之后我要做什么。现在我是一个游戏实况主，所以我在玩游戏，跟人家聊天。因为从小像我 primary school 这样，我就一直看我的爸爸还有我的 siblings 兄弟姐妹他们在玩游戏，然后我就一直看因为我们在家里没有东西做嘛，我是很小嘛，然后就看他们玩，慢慢玩，其实蛮好玩的哎。你们在塞定的。我是从事殡葬行业的，我是帮就是陪伴家属度过他们这个艰难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从小的志愿。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小学、中学的时候就有写我的志愿，我就会说，我要去当。以前不会什么礼仪师嘛，以前这叫棺材佬，然后开棺材店之类等等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不让我去，因为祖屋楼下不是有人在办丧事，然后父母亲会跟你说，不要去靠近，你要绕路绕道而行这样子。然后这个就勾起我的那个这个好奇心，为什么不能过去看？你写作文的时候，你老师不会讲你咩？不会这样。不只是我的老师讲，我的同学讲，有时候家长都讲。觉得这个梦想很独特，是不是？觉得很坚定，觉得很。但每个人会觉得很奇怪吗？就是说你会什么多工作不要去做，可以卖衣服，可以做直播主，说要去做做死人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 calling， 他们的使命所以这是我的使命哦。好，这样你们是怎么开始去追求你们自己的梦想？其实我毕业我是读到 Poly， 然后我毕业了，我就有一个全职工的，我是做 events 的，然后我做差不多做几年啦，不要讲太多年龄，像你们懂我的年龄，他们还是会算出来的。不要啦。过后久了我就觉得就做到有一点闷了，然后压力也是很大，不然我 try to explore 一些新的东西啦。然后过后我 starting 直播说，不错嘞，每个月是可以啦，可以吃McDonald's upsize 然后我就 OK，maybe 这个我可以 try to explore into 一个 full time 这样。但突然间有一天在 meeting 的时候，我就讲，老板我要辞职。在所有人面前吗？我们公司很小啦，5个人这样。那每个人吓到，然后他就OK 咯。那你父母怎么说呢？他们有反对吗？你要辞职，你要做什么？没有人要请你啊，你都没有读大学，你辞职了，你可以干嘛？体过后我做了maybe 几个月这样，妈妈就讲，你做这个做这样久，那你不要去找一个真正的工作。然后就什么真正的工作？好像那种做 office 的咯，9 to 5 9 to 6这种才是真正的工作。我讲没有吗？我这个也是真正的工作吗？为什么一定要在 office 做工才是真正的工作？他讲因为他朋友的孩子全部很像我姐姐还有我哥哥，全部是做 office 的，这种才是真正的工作。我现在还 OK 了呀，因为我有赚钱嘛。OK， 像你呢？当然也是跟你们一样被爸爸妈妈骂死。然后被亲戚朋友骂死，每个人都问我，没有其他工作做啊？我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你做的啦，这个行业是那种老安哥做的那种，很板当，还是那种社会边缘的人去做。我们这种，他们讲我们这种可以读书的，为什么不要去念书啊？我去可能考大学还是什么之类这样子。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他们 ，Hello， 你们有在看吗？你们每次 gathering 没有请我去的，你知道吗？像我结婚啦还是怎样啦，都很像的。这个人是做死人的，跟死人打交道的，会，就给我们那种异样的眼光。OK， 那你记得你听过最难听的话是什么吗？就你们赚死人钱很衰咯。
很倒霉这样哦，你不要过来，不然的话就是就是路上可能他在一个 event 看到朋友就说，这边来这边好像有人死对哦，不然的话就是过年过节就是哎呀不可以祝你生意兴隆不然的话你就死很多人。你看这样，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那个2006年我就拿我爸爸的名字去注册公司，因为那个时候法定21岁才可以注册公司。那你那时几岁？对，那17岁，15、16岁我就在那个圈子就是就 volunteer 这样子的。8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是跟大学、跟生意、跟 Vintage Weekend 是一起 start 的。So before 我们去租一个 office，before 我们请人，我们去做很多 events 这样。做很多快闪店。因为我们要存钱，存到 about 大概6到8个月这样的钱的。父母会反对？ I mean 我们做part time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因为就是 extra money 这样。但是做了 full time， 我们父母一定有说了，来为什么不要出去做工？为什么你要去做这种来做有共鸣那里，大家都会反对吗 ？Yeah， 所以我妈妈一直讲，你大学毕业为什么一直做这种？应该是去做一个 corporate job I guess。所以他会觉得你的文凭有点浪费。Yeah。觉得你们这个追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没有人看我直播咯。我去 support 一下，因为我没有一个定时的时间，很像每天我几点会播呀。我今天起来，我觉得心情不错，蛮漂亮的，就直播一下这样。所以可能今天，他们刚刚好出门，没有再看到我的直播，但今天就比较少流量，比较少人数。我去，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为什么没有看我？我今天洗头发。也是有时其他的困难是很像，可能那个月没有这样多厂商，还是没有这样多的钱，因为我也是一个Instagram 的 content creator 网红。可以小网红。会跟棺材店合作吗？尽量不要啦，尽量不要。做生意最大的困难就是钱的方面。对那个 mass market 来讲，他们就是对价钱就是很敏感。如果东西有一点贵，他们就觉得is it worth it？ 2022年，我们的以前的团队很多人就走了。我觉得那年我差不多我在想要放弃嘛，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吧。所以要找新的团队，要找新的 direction。Yeah。很像从 start 这样说。那年我们就 try 了一个新的 idea， 我们开了一个小的品牌，那个品牌有一点like angsty 的，有一点叛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年之前的心情全部都是在里面，有一点 angry， 坏心情全部放进去。那我很好奇你们两个一起创业，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我们1个星期吵一次，一次而已吗？一次而已还好啊，固定一次。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放在工作上。因为我们就是要去约会还是什么，我们很久没有去的。Anyways， 被 Q 到了。对啊，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出国旅行，很久没有出国旅行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吧。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个挑战是。因为我那时候一个人没有团队，因为在新加坡的殡葬业很多都是 family business， 所以我不是 family background， 我就是自己想要自己这个行业，然后也没有人要做我们这份工作，然后过后还是要有人把那个棺木抬去火化场嘛，至少还是要有4个人做嘛，你看我听。所以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新的血进来我们的那个行业。我也想问，就是你每天对着那个遗体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害怕？不会，那个我的 staff 看到那个 family 觉得有些那个 customer 比较可怕。人比鬼还可怕，所以往生者就是很安详的嘛，然后过后他们一票后面的3姑6婆，然后你跟他为什么没有这样？所以他们比较可怕，然后他们就慢慢的适应的那种环境。我比较怕没有钱。穷比较可怕。好，那你们觉得你们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很像人家来跟我讲，很像他们看了我过后，他们觉得很像是一个 long lost friend，
OK， 这个特别的案例是，他有一个别人，他生病，他自己身体有问题，然后他有一点忧郁症这样，然后他就每天看我的直播，因为他不可以出门，也不可以做工，也不可以怎样，他就在家看我的直播，他觉得很像有人在关心他，有人在他身边陪他这样，所以我陪他走出了他的那个很 low 的 period。你有印象最深刻、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有一次的出殡仪式，然后过后那个商家的儿子就哭得很惨，他的儿子哭得更惨，就是他的孙，那个儿子没办法照顾他的孩子吗？因为全部都在哭吗？然后过后他就找我的 staff 抱，我的团队就其中一个 staff 就抱着他，然后去送他的这个阿公最后一程这样。然后会跟家属，就是说商家还有我们的团队，就是3、5天的陪伴，因为建立一种很奇怪的那种微妙的感情。然后过后他们就是这个东西让我很感动哦，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provide 一个 service， 能够收钱然后就拜拜，这样不是，我们变成我们是那个家庭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满足感的。我们做了8年有做过一些直播，也是说我们现在的团队很多是以前是我们的粉丝，有来跟我们买过，说现在他们很信我们的idea， 说信到要现在在我们的公司来打工，所以我觉得很 happy about it。我就是蛮叫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创了一个 community。我之前好像听到你们说是你们用了51吨的废料是吗？对，过了50吨，50几吨。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工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 ，actually 他们的废布料这些，我们可以拿来升级改造，再做比较好。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 social impact， 我们可以环保比较多布料，不是一件一件这样，可以拿整个做拼布这样。所以这个50吨我们是蛮骄傲的。对于那些不敢踏出他们的第一步去追逐自己梦想的人，你们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你不用 start it as a full time， 你可以做一个like side hustle， 还可以去读大学这些可以 experiment with 你的 idea 先。如果你去尝试一下全部的 idea， 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最好。我觉得那你可以 make a decision and 去追求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好像你想象中来，哇，可能是很好玩，还是很好，还是什么，但是你实际上你去做的时候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我是觉得趁年轻的时候快点尝试一下，等你到一定的年龄时候，你会有一点厌倦这个厌倦什么？这个世界吗？你就会觉得很像我没有时间想要尝试这个，就等你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会怕时间不够啦。因为毕竟你还年轻，你犯错，人家会给你机会。如果学业这种东西也是要很重要的，如果有机会读书念书的话，当然是可以念多高，然后继续念。然后过后自己的梦想的话，也是可以同步去进行就是可以同步进行的。赶快这个踏出那一步，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你的成功还是无常先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感动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教育，大家都是讲你应该要去大公司，或者是你应该要去努力的赚钱才是真正的成功。人生可能最大的成功是你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认真的去追求。所以也祝福大家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真正的去踏出那一步。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拜拜。